是来这个专门你靠近，别给我太近了。显示病就是心脏。就是你 po 上网然后被禁的。哎，对，像把那个叫维尼的那种福建的，因为它的红色纹路像龙飞凤，所以会叫龙凤碧。叫做国一雕，这个也是年糕。我们台湾蓝宝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黑盒的蓝宝，早期这一层外皮我们叫做牛肉宝。那时候民国80几年放的蓝宝要100万。真的假的？那时候这样子再冰一点的，克拉可以卖到1万块。这个我们把它跳色出来，矿皮跟它的肉质。其实蓝宝你要看很漂亮的，它揭开可能是整个深咖啡色，你看起来是黑黑的。但是那个会不见哦，这种属于玩家在玩的东西啦。欢迎来到马的探险，我是玛丽。今天来到高雄的十全浴室，听说花东鼎鼎有名的郑勋哥到高雄摆摊，我们就去探访一下他。没逛过浴室哎，郑勋哥说他在7排7号的样子，我们来找一下。高雄浴室好像只有开礼拜天，所以如果有假日出游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高雄十全这边的礼拜天开的十全浴室。我们的郑勋哥伫倒位嘞？哇，这边整个都是那个檀木的香味。手串7排应该是这边吧？走，这个灯上面有号码，大开眼界。真没逛过浴室。以前小时候，同学跟我说他的东西在浴室买的，我还一头雾水，想说为什么浴室有卖东西。找到了，Hello。一个人来吗？对啊。后面一起过来。没有，他还没回来，月底。哦。你们怎么会来高雄？其实我10几年前就有买过，退休人士时间比较多了，就顺便来玩吗？对，然后也可以顺便来找一些我们要的东西啊，还有石油。那请问一下，台湾比较有特色的石头？我们讲跟美国比较有关的啦。台湾蓝宝以前盛行的时候，有人直接到那个亚利桑那州去买台湾蓝宝。你有听过这段故事吗？没有哎。那时候民国80几年，我刚开始在玩我们东海岸浴池的时候，放的蓝宝要100万。真的假的？你1公斤？你说台币吗？对，80几年。所以那是因为有台湾蓝宝，有人就会去国外找蓝宝的矿石卖，而且那边的品质很优。那时候1克拉卖到1万块台币。1克拉很小哎。1克拉很小啊。对呀。那时候这样子再冰一点的，更透会聚光的那一种。民国80几年，1克拉可以卖到1万块。这一颗12克拉，那时候就要12万。哇！那时候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，台湾基因卡巴雷西达。哇！它是因为后来印尼那边出产非常多，量出来之后价格就会往下。现在可能克拉2、3千块以上，价格很好。磨好的还是原矿？磨好的，原矿的话，好的1公斤在10几万，印尼的，台湾的也在10几万，但是磨起来的表现不一样。有什么差？因为不是有些人会拿印尼的来卖台湾的吗？台湾的较少这种有聚光的表现有，但是它都很小颗，可能2克拉、3克拉这样子而已。印尼的啊，或者是早期亚利桑那州的那个蛋面可以到20-30克拉。那颜色上面分得出来吗？还是很难？像我们玩20-30年了，我们都看得出来，但是只要看到很漂亮的，几乎很难是台湾的，也是有啊。这样子说，可能有一些爱台湾的人会有一点，但是我们就那个比例啦，台湾是有漂亮的，但是数量多了还是国外。但是台湾的我们可以做另外的表现啊，像雕刻啊，做俏色，这个我们把它俏色出来，矿皮跟它的肉质，这样子雕刻起来就有它特殊的地方在啊。可以看一下漂亮的蓝宝吗？台湾的吗？都看好了。好啊，这个是台湾的蓝宝。所以它外皮有点黄黄的嘛。早期这层外皮我们叫做牛肉宝啊，老一辈叫牛肉宝。因
有点像牛肉的颜色样子，咖啡色的，人会讲台语古巴布，像这个龙一样雕出来，它的皮，就它皮的硬度也是够的，就像这样。对，就像这样子。台湾的蓝宝也有很美的啦，但是就是不大颗啦。玻璃质很重的台湾蓝宝，是很透的意思吗？很透光，像玻璃一样会透光的，我们叫做玻璃质的。它这个白色的部分是它的皮，它这个雕葫芦，葫芦的意思嘛。然后蝙蝠寿桃，福禄寿的意思啦。这也是台湾蓝宝偏绿的。在我们台湾会说翡翠蓝，因为翡翠是绿色的嘛，它是蓝绿色的，所以我们会称它做翡翠蓝。它是雕刻鱼，还有荷叶，叫做荷包年年有余的意思。这个就是我们雕刻的含义。我们台湾蓝宝还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叫做黑河的蓝宝，它就是带黑色的碧玉，然后有蓝色的玉水，它蓝色的玉水也是也是很蓝。然后黑的是不透光的，它的原矿就是这样子，它的原矿，然后用这样子，这个是目前市面上价值最高、最多人爱的。像这一种就是秘鲁的，那个是秘鲁产的，它也比较偏绿的。这一个也是秘鲁的，就是很透光，非常透光，叫做很冰的冰种的。有特价，要的话看特价。这个是印尼的花蓝宝，但是它也有点这样子。对，它也有很漂亮的。外面有一摊，等一下可以带看吗？可以啊，来，我们现在带你去啊。天哪，这里声音这么大声，不知道录不录得到。这个是老板。老板你好。YouTube 你知哦？YouTube 内底专门咧拍片。你要叫我上镜了？咱会使上镜，那就使叫伊。老板会使上镜吗？那个印尼的蓝宝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看它这个，它那个聚光度，它这个很聚光度很厉害哎。对，有没有？有。它有那个光线会跑，那就是聚光的。这个可能更明显哦，有没有？有。这个聚光，光线会聚在一起，咱台语叫台语叫灰更嘛，有人讲放更。正确的讲法应该讲折光。还有一种叫泛光。它这个很明显哎。这个就很明显，这个就是最优的蓝宝。它就是有那种宝石聚光、宝石光泽。早期那个亚利桑那州的有没有那么漂亮？他卖讲亚利桑那，你要买被水秘鲁的水，刚有，嘛无啊，那不同啊。要磨大颗都不容易，秘鲁它也是出产铜矿，所以都会有铜相关的。蓝绿色的矿物就是有含铜进去，但是跟那个刚玉蓝宝那种又不一样，在学名上叫做蓝玉水啦。讲蓝宝有时候人家会搞混，学名上它叫蓝玉水，在我们台湾都会讲蓝宝。它的商业名称叫台湾。商业名称就是因为那是早期台湾这边发现去命名的。你去打证书，它的商业名称就叫做台湾蓝宝。正确来讲，学名叫蓝玉水，叫做蓝玉水。漂亮哦，像蓝色的冰块。美的，对。如果像这种就是会聚光的这种，价格会是在哪边？大约在1克拉在5000到1万。那原矿呢？原矿原矿是算公斤的。是哦。1公斤大约在60万到120。60万。你入原矿的话，这个价格就很高了。但是你一颗原矿，漂亮的你花那么多钱，要切到这样的，它的成材率可能只有1到2成，50啊。你买原矿，不是说我要磨到有放光料，你就一定有。它的价格还要看你取出来的成品里面的干净度、均匀度，这个都是在价格范围内，干净、完美无瑕，然后折光度又高，那价格相对。等会吗？哇！有没有？里面很漂亮。对。都是透明的但是那个会
会不见哦。会不见？为什么？他说戴久了会消失。这个你看到里面这些花，它是透光的，透光的，它久了之后它会晕开，晕开就整个没有花了，就是颜色均匀。这种属于玩家在玩的东西啦。你一般人会说，哎，里面黑黑的，对呀，这属于比较特殊的。你要玩到这个，如果以我的年纪要玩到它退掉，有点难吗？我看不到。所以有点点有蝌蚪到退掉，大概会需要多久时间？不敢说，不一定。不一定。但是它一定会退的。买珠宝有买珠宝的人，原矿、玉石这类的有专门的玩家，他喜欢每一种样式变化。就是玩那种蝌蚪，因为你满色就是一个原色嘛。对。它没有什么变化。对。如果那种，你会看它慢慢的在蜕变，那种的乐趣啊。对。我带原矿，我还能跟人说，其实蓝宝你这样看很漂亮的，它不是切开就这样哦，它切开可能是整个深咖啡色，你看起来是黑黑的。是吗？对，不然就看起来跟那个咸菜有没有一样的颜色，茉莉或橄榄绿那种颜色。你切开，你需要等让它去蜕变氧化之后，它才会变成蓝色。是哦。对，不是像你讲的，哇，切开就那么漂亮，不是。你如果切开是蓝色的，会怎样？那个你不要高兴，那个不是好的东西，不是最好的，那个一定会起白花啦，颜色变淡。会淡掉。对，切开它一定要看起来欧露露啊，深绿色啦，还是看起来像那个咖啡的颜色呢，那种是比较好。有的人是会直接把它雕刻或研磨之后佩戴，因为我们身体有体温，对，它会慢慢的变成蓝色。这一颗还没有完全退好，以这一颗来看，你看这个地方带点很像咖啡，这个很像脏脏的东西吗？对，它那个是色带，还没有晕开。它整个晕开表现就会比这个还漂亮。如果整个晕开，它的价格可能就跳一级上去。好多学问哦，很多都要等啦。好神奇哦！这就是矿石好玩的地方。对啊，对，它会一直变化，一直变化。你像这样的细点，这个都会不见了。这个强光一打，这个都不是黑点，都是深绿色。这个到时候会不见，整个点都退化完了，它的价格绝对翻1倍以上。你又要便宜，又要没点，又要十全十美，所以你现在应该没有这种东西啦。对。那会有假的吗？有，多出来的话，会得罪业界很多人。今天人家会用玛瑙去染色，最简单的就是拿到宝石鉴定所去鉴定。买这种东西就是你跟信誉好的买，就比较有保障。台湾的蓝宝它会随着温度跟湿度的多寡，它会有变化。老一辈的有教我们把它泡水，放在冰箱之后，它颜色会回来。但是在佩戴之后，它还是会慢慢的变浅。这是我们台湾蓝宝好玩的地方。我再补充一点。好。蓝玉水，你如果不需要泡水，一定要买到差不多珠宝级，因为宝石如果你时常要去泡水，你会认为是一个宝石。比较低等级的吧？对啊，为什么到珠宝级的你需要这样？因为它质地比较扎实，它结构比较细腻，就不容易失水。你如果质地松散的，它很容易失水啊。不然的话，蓝宝为什么要去分它的质地？差别就在这边了。那要怎么分？就是宝石级的跟一般的。这个的话，我们认真看，还可以看到它的丝，里面的丝有没有？如果看不清楚，看这个，这比较明显了吧？这个很明显。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吧？一条一条的。对，像这个的话，它已经等级很高了。那你如果说真正珠宝级的要到的话，就是我们在讲55米的，这个像不像玻璃？像。像吧？
这个就没有什么纹理了嘛。对，看这个是不是跟玻璃一样？真的哎，很干净。啊、是不是跟玻璃一样？对，像这样子就顶级的啦，嗯，再高没有了啦。啊，你要到这种质地，你要取大颗，非常的难。搞不好你花1000万买原矿回来切，你可能要切到20克拉，有可能你切不到，因为你要十全十美，面面俱到，那个真的很难。嗯，跟玻璃的差别在哪里？里面的结构不一样，看起来不一样蓝宝钛是属于水晶类的一种，嗯一种是显晶质，一种是隐晶质，嗯所以它会有它的结构，嗯，玻璃没有。为什么人家说啊，你这石头看起来很玻璃，那就在形容说它的细化程度有没有到达这种程度。嗯，这一颗我们在我们花东玉石、东海岸玉石里面有没有？这是下，这个叫总统石，听过吗？有，总统石啊、以前在玉石界老一辈他们在捡石头的时候，因为它很少，在台语来说叫做盖旧。哦，那些盖旧哦很少。它早期是戒严时代嘛，蒋中正那个名号叫戒石嘛。戒严时期的话，你直呼戒石哦，是不行，就像把那个叫维尼那种不敬的意思，就把它称作为总统石，因为它的红色纹路像龙飞凤舞，所以又叫龙凤碧玉。哦，不过称它总统石的是比较多啊，所以这是在我们花东玉石、东海岸里面玉石是很稀有，也是有很多人喜欢，然后价格也比较高。就是还有那个黄色跟蓝色交杂。黄绿的那个这个是虎斑碧玉，你看它的那个黄绿交接有没有？好鬼，就像虎皮的纹路嘛。还有一种叫凤凰，这一颗纹路没有那么明显。刚才那个是黄绿，这个是红黄，所以那叫凤凰碧玉。血丝是所谓的心脏吗？血丝碧玉就是心脏，那边很多血丝，好不好？就是你这个PO上网然后被禁的那个。对，结果被 FB 被锁住了。因为它的血丝太红了哈，我们拍照拍得很近的时候它太红了。FB 就把它禁掉，因为认为它太血腥，太多血丝了。对，因为血丝太多了，结果我把它截图之后再重播以后，还是一样被禁。血丝碧玉还有一种是这种是最受欢迎的，它其实是很细小的血丝啊，这个我们叫做白底血丝玉啊，又叫做白底心脏，很细小的血丝，细微的。它的原矿是这样子，它的外皮。对，这颗是在海边捡起来的，对，去山上挖下来的，那是山矿。在海边的话，海浪在翻滚，它就没有这样子棱棱角角。这个都是血丝碧玉啊，你看它都有血丝，那都血丝碧玉。还有一个很常在捡的叫年糕，是长什么样？我们过年不是会吃年糕吗？它年糕的颜色就类似这样子嘛。欧藤贵吗？欧藤贵年糕的颜色，雕刻出来就比较像这样子。年糕的颜色有很多啊。这个也是。对，这个也是。好可爱。哇，这个就很黑的。可是它还是可以透光。对，它也是会透光。真的耶。对，它也是会透光。这个比较透一点。大概你看到咖啡色的大部分都是年糕哦。年糕哦，它雕刻起来比较像古玉，像我们这个雕法就像古玉的雕法一样，看起来很像那个我们在大陆博物馆看到的古玉，所以我们就做了物的，然后可以把玩。常常把它戴在身上，想到它的时候把它拿起来去把玩它。它的温润度跟我们那个和田玉是可以相比的。在做薄翼雕，这个也是年糕，薄的雕着一层。这个也是会透的，薄如蝉翼就对。对，薄如蝉翼的意思。背面是它，这个为什么会留它的实皮？留它的实皮，就是因为它是海边捡起来的。这个皮代表说
它经过海浪的翻滚被我们捡起来之后，我们再去把它变成一个玉石的作品，保留原矿的皮，再做一个雕刻。原本捡到的样子。对，然后它就可以有2种玩法。一般我们是原矿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把玩它嘛。对。但是我们现在又在做一个博弈的雕法，用一个很好的工法把它制作出来以后，附加价值就不是只有原矿的价值了，它就变成一个把玩的艺术品，价值性就更高了，让人家更愿意去收藏它。在大陆博物馆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东西，那个玉斧头啊，就是说我们年糕玉做一些仿古的东西。看起来就很像在博物馆里面陈列的那一些，因为它本身就很像古玉，所以我很喜欢去博物馆逛，就是说，可以参考。我们去看它的东西，我们再做成它跟它类似的东西，就觉得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艺术品的时候，又跟古玉很像，我就会很喜欢它。这个是我自己磨的，台东卑南的文物，它是用那个台湾玉去创作的，它里面也是都会有这个玉。这是双色的年糕玉，它是一颗哦，对，它像这样子双色，然后去把它做，好特别哦。很多人都说这个是黏的，这看起来像黏的，但它是一颗的，同一颗的。东海岸最多的玉石，去海边一定捡得到，大颗的比较困难啊，小颗的一定有。那白玉水，还有带麦饭石。这个就是那个过滤水的那个麦饭石。对，净水器的那个麦饭石。好不好？那这个白白的是什么？那叫包浆。包浆。浆啊，豆浆的浆，浆皮啊，包浆啊。白玉水都会有一层包浆，像这样子有没有？对。因为它会包浆，包浆跟钙化，它这个皮比较厚，有没有？它这个很透，它这个是半透，钙化的皮比较厚。白玉水它是比较偏玉水，它这个钙化的比较偏年糕。还有白玉水般，在我们要研磨的时候，麦饭是比较没有用的东西。但是你来看，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美女的背，这是头发，麦饭石它的头发，还有它的身体，还有它的臀部。然后它的麦饭石还雕刻一个蝴蝶。冻玉又是什么？冻玉为什么会叫它冻玉？你看，就像那个果冻一样啊。我们果冻是不是它不是非常透？吃的那个果冻它是比较属于半透凝胶状那一种。它就变成冻玉。所以冻玉跟年糕的区别是冻玉稍微再透一点点吗？最透的是玉水。对。然后比玉水稍微厚度低的就变冻玉，然后又比冻玉厚度又再低一点的就变成年糕。它如果是不透的，就是碧玉。懂了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要订阅、按赞和分享哦。我是玛丽，马的探险，跟你下次见，拜拜。它的细化程度有没有到达这种程度？你这个真的会播出啊？这应该是中华府。什么东西？好稳啊！好洗洗，还有你看它完整的海胆。大颗哦。这有个扇贝。这个螺还蛮酷的。哇5颗。洗一下，粘一下，就是一个好汉。出现了。还不错。等一下。